各位，中國著名的花和尚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那位说你说鲁智深呢？不是，少林寺原来的方丈释永信判了24年，按他的岁数来講的話，也就是在監獄裡邊這個變成盒才能超度了吧。新鄉中院判了释永信真名刘英成，被判24年，罰350万。法院说他從2003年到2025年侵占少林寺公款 1.31 億，挪用了 1.51 億，收人好處1163万，還送人567万，4項罪名全成立。他當庭沒上訴，說認罪悔罪，那就是一審就是終審了。那麼這個释永信呢，程序上沒有毛病。2025年7月底，少林寺管理處先通報他涉嫌刑事犯罪，佛教協會當天就註銷他的戒牒，等於把他踢出僧團，人還沒進法院，佛門身份先沒了。後來公安調查，檢方起訴，法院開庭，每一步都有記錄，有通報，有法律依據，異地辦案，河南新鄉接的活，躲開了鄭州和登封的關係網，沒啥毛病。但是他犯的事兒，有很多的人說他在海外養的有小老婆，有私生子，通報裡寫的比較清楚，說私生活問題查了不屬實。法院判的是他當主持當基金會的會長的時候，把手伸進寺廟集體的錢包裡邊，香火錢、門票收入、慈善捐款本應用在修廟、養老、助學，結果進了他控制的公司，炒了房，轉了境外賬戶，賬本一翻，一筆筆都有流水這是查實的。中國的佛教協會那份聲明裡也用了4個字兒，咎由自取好吧。那對於釋永信的這個事情呢，其實中國網友還有很多的疑問。非法侵占及挪用資金 2.8 億元，少林寺原住持釋永信一審獲刑24年。5月29日，河南新鄉中院一審宣判，少林寺原住持釋永信本名劉英成，因職務侵占、挪用資金、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、行賄4項罪名，數罪並罰，判處有期徒刑24年，並處罰金350萬元。釋永信當庭表示服判不上訴。法院審理查明，2003年至2025年，釋永信利用擔任少林寺住持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會會長等職務便利，單獨或夥同他人非法侵占單位財物 1.31 億餘元。2012年至2022年，挪用單位資金 1.51 億餘元歸個人使用，超過3個月未還。2006年以來，為他人在城建工程及經營活動中提供幫助，非法收受財物折合1163萬餘元。1995年至2022年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，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折合567萬餘元。法院認定，釋永信職務侵占、挪用資金、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均屬數額特別巨大，行賄情節特別嚴重，持續時間長，危害後果嚴重，社會影響惡劣，依法從嚴懲處。鑑於其到案後如實供述，主動交代部分未掌握犯罪事實，認罪悔罪，依法酌情從寬。此前，該案於5月25日公開開庭審理，釋永信當庭表示認罪悔罪。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宗教界代表及群眾旁聽了庭審及宣判。關注我，了解更多。釋永信，這位被稱為佛門 CEO 的少林寺方丈，被曝涉嫌挪用、侵占項目資金和寺院資產，以及嚴重違反佛教戒律。目前正在接受多個部門的聯合調查。這一次，讓寺廟商業化的議題再一次成為了爆點。說到這些，問題來了：釋永信到底打造了多大的少林寺商業版圖？一個宗教場所憑什麼一年賺上億元？佛門淨地到底是淨土還是資本熱土？最重要的是，寺廟的錢到底是誰的？住持能不能动？首先，我們先來看一看少林寺是怎麼成為宗教界第一商業品牌的。
根據中國新聞週刊2011年的披露，施永信早在1998年就創立了少林寺實業發展有限公司，這也是中國佛教頭一個商業化的公司。在這之後，又陸續成立了少林寺藥局、少林功夫國際推廣中心、嵩山少林旅遊公司等等10餘家關聯的企業。據說施永信推動下的少林寺系企業整體年營收在10億左右。其中大頭是來自門票收入、功夫表演、文創產品，還有海外授權，這些構成了一個橫跨宗教、文旅、文化輸出、電商的商業帝國。我們一起來統計首先我們先去看一看旅遊。據統計，少林景區每年的遊客量可以達到400萬人次，少林寺的門票為80元。我们来算账，如果加上禪宗少林音樂大典的套票，它是299元，我们以此去估測，每年門票的收入應該超過了3億元。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看它的第2大業務，文創和電商。少林藥局開發的活絡膏、少林靈芝茶等產品，在2019年的銷售額是突破了8000萬元。施永信2008年還涉足了電商線上的這個淘寶店少林歡喜地，初期僅售賣這個佛珠，還有這個禪修店等等用品。在2015年的時候，他就轉型為文化生活品牌，推出了像禪意香薰、少林主題文創，比如說像這個掃地僧這些很可愛的玩偶。2020年，他的年銷額就達到了2300萬元。2021年，少林寺就入駐了施永信的個人賬號，半年粉絲就突破了1000萬，直播帶貨的首秀超過500萬元。除此之外施永信還一直在琢磨他的海外市場。1999年，率武僧團登陸了英國白金漢宮之後，少林武僧團每年在全球的巡演超過了200場，每場演出的收入從初期的10萬美元升至近年的50萬美元。那麼立體全方位的商業版圖，很大程度源自於施永信的理念。很早之前，他就對媒體說過這樣的一句話：弘揚佛法也需要市場的手段。可以說，這位被稱為 CEO 住持的和尚，把一個寺廟打造成了橫跨5大洲的佛教 IP 集團。說到這兒，問題來了。現在施永信被調查，指控中有挪用侵占項目資金，還有寺院資產。那這些錢到底是誰的？他到底能不能用？他怎麼用？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。根據宗教事務的條例第60條明確規定，宗教活動場所的財產歸該場所所有，不得被任何組織或個人侵占、私分或者是挪用。怎麼說呢？也就是說住持只是管理者，他不能當所有者。任何將錢轉給自己，或者是挪去搞其他投資的行為，都是違法。那什麼叫挪用或者是侵占呢？我們來了解一下。首先，我們先來看看什麼叫挪用資金罪。根據刑法的第272條，指單位人員將單位資金非法用於個人或其他單位經營活動，數額較大的，這叫挪用。我們再來看侵占罪。刑法的第270條，非法占有單位財產，拒不歸還。也就是說，只要資金沒有用於寺廟本身經營或者是發展的，哪怕你是借用，都可能涉嫌違法。來，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一下。比如說，將寺廟賬戶的錢轉給家人或私人企業，比如將寺廟的資產借出去，投資股市、房產等等。再比如說，將旅遊收入繞過財政的監管，直接由私人控制等等，這些都屬於高風險的操作。施永信一旦倒下，對於少林寺來說就意味着什麼呢？誰又能來續寫這個故事呢？首先是對少林寺的直接衝擊非常的大，具體表現在以下的4個方面。我們先來了解第一個，法人地位變動與股權重組。根據愛企查與天眼查的數據，施永信曾經持有河南少林無形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約80%的股權。該實體操控着像包括文化傳播、武術交流、演藝等業務的關聯公司，共計14到16家。如果其涉案被定，那麼監管部門就很有可能要求其退出法定代表人或控股的地位，甚至於涉及到的股權重組或者是轉移等控制權。這是它的第一個影響。第二一個，財務運營與贊助渠道的受限。
施永信所控的企業在文化旅游、IP 授权、電商、教育傳播等等領域是廣泛的涉足，形成了他的少林寺整體商業帝國。如果他個人被認定涉嫌職務侵占、挪用資金等等，那他相關的公司賬務還有資金流向還可能被納入司法的調查，從而就引發一些財務風險、資金凍結或者經營中斷。我們再來看第3點，品牌的授權與商業合作上的衝擊。少林寺的知名 IP 價值它高度依賴於施永信推動的一個運營體系，裡面就包括了像國內大家熟知的文創，還有海外武僧的巡演、IP 授權輸出等等。這些與歐美國家文化中心、演出機構的合作，如果一旦法人受限，那授權協議很可能就暫停，或者是重新審核資金的合規性。最後，我們再來了解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社会信任與公共形象的重創。公共領域的企業經營，尤其是涉及宗教機構及品牌，其實隱含着對公眾信任的敏感度。施永信作為商業的負責人，他的形象一旦受損，就很有可能觸發公益捐贈的撤回。信眾支持減少，那施永信被查很有可能是一次清算，也可能是一次轉型的開始。他走的不是尋常路，曾推動少林寺煥發生機，吸引全球的關注，那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少林武術的傳播影響力。但是當宗教和商業聯合起来，它就是一把雙刃劍。由於權力與資金的高度集中，也容易滋生腐敗，這也使得少林品牌就此蒙上了陰影。你怎麼看待這場佛門與資本之間的糾葛呢？評論區我們一起來聊吧。說好的跟進後續，施永信判了24年，這24年有啥講究呢？判決書裡寫了什麼，以及沒寫什麼？還有這個案子背後還有哪些事兒是值得關注的呢？來，簡單說一下判決啊。5月29號，河南新鄉中院一審宣判劉應成，也就是施永信的俗家名字，4罪并罚：職務侵占、挪用資金、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、行賄，判處有期徒刑24年，罰金350萬。當庭表示服判，不上訴。那涉案金額是多少呢？侵占1.31億，挪用1.51億，受賄1163萬，行賄567萬，加起來涉案金額超過了3個億，犯罪時間從95年到25年，將近30年吶。有期徒刑的上限呢，一般是25年，那判了24年，基本就是頂格了啊。今年61歲，24年以後85，那大概率是要在裡頭待一輩子了。但是注意了，判決書裡邊有一些東西卻是沒有出現的，大家還記得吧？去年7月，少林寺管理處那份通報寫得非常的明確，嚴重違反佛教戒律，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，並育有私生子。這一條是板上釘釘，是官方通報裡出現的呀。但是今天的判決書4個罪名都是經濟犯罪，私生活的問題一個字兒都沒有提啊。為什麼呢？是包庇他嗎？因為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這個事兒啊，嚴格來講它不構成刑事犯罪，它不是國家工作人員，不適用紀律處分條例。佛教協會已經注銷了它的戒牒，算是宗教層面上的處理，法律歸法律，戒律歸戒律，判決書不提，邏輯上是說得通的。當然了，這件事對公眾來說恐怕比他判了多少錢更讓人憤怒。第二個問題也值得深思。15年的時候，有人實名舉報施永信雙重戶籍、侵占資產、私生子，當時是沸沸揚揚。結果呢，當地的聯合調查組調查以後，官方結論是除雙重戶籍以外，其他問題查無實據啊。那現在法院查明的犯罪事實，職務侵占從03年就開始了，挪用資金從12年就開始了，行賄是從95年就開始了，也就是說15年調查的時候，這些犯罪行為已經持續了多年，而且數目肯定不小。那當年那個調查組是咋調查的？誰拍板說沒問題的？這些人又在什麼位置上？如果當年就查實後邊將近10年的犯罪，是不是根本就不會發生呢？這些問題恐怕比施永信本人判了多少年更需要一個答案。第三個問題，判決書寫了施永信從95年到2022年給國家工作人員行賄了567萬，
有行贿必有受贿呀，那收钱呢，到底是谁，是什么级別，是当地的還是其他地方的？这些人是已经在查了还是沒有動呢？判決書沒有公布受贿方的信息，大概率這個事兒是另案處理，這也是公眾特別關心的一條線。要知道567萬的行賄持續27年，這就不是一筆兩筆了，背後是一張長期的利益網。光把適用性這一個點拿溜夠嗎？適用性判了24年，案件到這裡看似畫了一個句號，但其實至少還有3個問號沒有解開。私生活的處理有沒有到位？15年的調查有沒有人擔責、追責、問責？行賄對象是誰？進一步的調查會公布嗎？這些是這個案件真正該被追問的東西。關注我，第一時間跟進後續。我覺得大夥最感興趣的是，就是释永信這個花和尚到底花不花，如何的花？但是這種事兒，我想不會寫在這個法院的判決裡邊，也不會形成官方的文字吧？花不花這個事兒，那您猜啊？反正是不能打中國佛教協會的臉啊！那如果是把這個事兒全給一五一十的寫出來了，那中國的和尚還怎麼混呢？你就記住2個字兒，人性，就完了。點個訂閱，咱們下集再聊。